各位朋友，大家好！相信最近几天大家关注的焦点一定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场战争。确切的定义应该是俄罗斯发动的一场针对主权国家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本来是同宗同源，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两个出于同一民族的国家兵戎相见呢？这个呢，我们就要从公元9世纪俄罗斯这个民族诞生的时候开始说起。在公元9世纪前后呢，在现在的乌克兰基辅这个地方呢，生活着一群斯拉夫人。斯拉夫人被称作当时欧洲的三大蛮族之一。所谓的欧洲三大蛮族，它是站在罗马帝国的角度来说的，分别是日耳曼人、凯尔特人还有斯拉夫人。这个呢，就有点像在中国历史上的周朝时期，把中原四周的少数民族分别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和南蛮。有人说这些称呼呢是带有贬义的，实际上呢，这只是如实的说出了这些少数族裔他们所在的方位和他们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东夷就是指的它是在中原的东部，而且当地的人呢擅长公社，他们每个人呢身上都背着一张大弓，这也就是夷这个字写法的由来。南蛮也是表示它的方位，同时呢也指出了当地的一个特点，就是虫比较多。而提到斯拉夫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禁都会想到那个英文单词 slave， 就是奴隶的意思。可能也会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斯拉夫人给自己的民族定了一个这样一个卑微的名字？实际上呢，斯拉夫这个词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中是荣耀、荣誉的意思。但是呢，因为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很多的斯拉夫人就被人抓走，卖到各地去当奴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后来时间长了，在拉丁语中，斯拉夫就有了奴隶的意思。而出自于拉丁语的英语、德语、法语也都延续了奴隶的这个意思。这或许就是导致斯拉夫与奴隶出自于同一词根的原因。斯拉夫人呢，笼统的分为3支，分别是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指的就是现在的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南斯拉夫人就是以前的南联盟共和国的那几个国家，现在呢已经各自宣布独立，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熟悉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还有塞维利亚。而东斯拉夫人基本上就是指的现在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人。在欧洲的这块土地上，从历史上来说，日耳曼人也好，凯尔特人也好，都不大看得起斯拉夫人。这一点呢，斯拉夫人表示非常的不满意，大家都是蛮族，凭什么你们看不起我呢？关于这一点呢，原因是很多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几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都更靠近欧洲的西边，在西欧，而斯拉夫人更靠近东边。而且呢，以前我们讲过，欧洲的文明是开始于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这些呢都是在欧洲的西边。所以根据文明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递减的原理，处在更东边的斯拉夫人，他们的文明程度确实是低于处于西边的日耳曼人和凯尔特人。而在斯拉夫人群中，更靠近东边的东斯拉夫人则自然也就成了这个鄙视链的最低端。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那再往东呢？再往东还有亚洲地区的文明，还有中华文明。不过那时候呢，亚洲地区的文明并没有扩展到斯拉夫人居住的地方。不得不说呀，斯拉夫人占据了一块很好的地方。基辅这个地方呢，位于东欧平原，这个地方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特别适合耕种。现代的乌克兰被称为欧洲的粮仓，也是因为他们占据了这块得天独厚的好地方。不过居住在这个地方的斯拉夫人很不团结，各个家族之间是争斗不息，特别是其中有2个最大的家族，彼此之间相互征战了几10年，谁也打不过谁。
到最后，这两个家族决定，咱们要找一个公正的人来做一个裁决，看看咱们两家到底谁做的不对。于是他们就想到了他们认为的当时世界上最有能力又最公正的人——维京人。维京人大家一定很熟悉，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来自于北欧，是一群彪悍勇猛的战士。维京人当时主要从事2个行业，一个是经商，一个是抢劫。所以维京人做生意一定不会赔钱的。大家想啊，如果谈成了就是生意，谈不成就是无本的生意，抢。那么维京人是怎么把这2种沟壑分明的生意联系在一起呢？其实也很简单。维京人做生意的时候，他也怕抢劫，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强盗窝里更要加强安全防备工作。所以维京人的商队一定有武装护航。如果他们去了一个有强盗的地方，这支武装呢，就是为了防卫。如果他们去了一个没有人抢他们，而又自身防备疏松，没有什么武装力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的这支保护商队的武装就变成了强盗，开始做无本生意。不明白当时基辅的那些斯拉夫人是怎么想的，居然就把这样的维京人当成了世界上最公正的裁判。受到邀请的维京人一定也会觉得非常的阴圈，怎么会有人邀请我去主持公平正义？这个事情呢，我倒是可以干，但前提是能不能先告诉我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正义？不管怎么说吧，维京人还是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样一群维京人就在他们的首领留里克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在的基辅地区。当时的斯拉夫人称呼他们为瓦良格人。大家记得乌克兰曾经卖给中国大陆的那艘退役的航空母舰就叫瓦良格号，也就是现在的辽宁舰。除了瓦良格人这个名称以外，维京人还被称为罗斯人，英文就是 RUS。罗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俄罗斯，英文呢叫 Russia， 词根就是 RUS。而中文之所以叫俄罗斯，之所以多了这么一个俄，这个呢是因为当时的蒙古人按照他们的发音习惯，在 R 前面加了一个 O， 而清朝呢是满蒙一体，就继承了蒙古人的这个叫法，把前面那个 O 就发成了俄，最后就形成了俄罗斯这个中文的称呼。刘里克带领的这些维京人来到基辅以后，确实是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他先是把其中一个家族的人斥责一番，说你做的如何如何不对，然后又把另外一个家族也同样是斥责一番。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是你们这2大家族做的都不对，唯一做对的就是我，所以以后这块土地归我了。就这样，维京人顺利地恢复到了他们的英雄本色，做起了他们的老本行。这又是一桩没本的生意。从那以后，维京人就成了基辅这个曾经斯拉夫人生活地方的新主宰。这个时间就定格在了公元862年建立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就叫基辅罗斯，这也是所有东斯拉夫人共同的文化母国。而这个联邦制的国家的中心就是在现在的基辅，而不是在莫斯科。那么那个时候的莫斯科是什么样子呢？很遗憾，没有人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的莫斯科还是一片原始森林。这个地方的统治阶级的维京人毕竟只占少数，慢慢的这些人也就与当地的人相互通婚如合，最后形成了一个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俄罗斯民族。很明显，维京人也并不善于管理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区的各个城邦之间一直是争斗不息。又过了100多年，留里克王朝迎来了一个强者，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一世。弗拉基米尔上台以后，就意图振兴这时候已经日渐颓废的基辅罗斯公国。首先，他就认定当时俄罗斯人的多神信仰阻止了他们整个部族的团结，所以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实现宗教上的统一。
但是归于哪个宗教呢？这个事情也让他很犯难。当时世界上他所知的宗教呢，分别有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所以弗拉基米尔就派出了4支调研团队，分别对这4种宗教进行调研，确定他们应该信奉哪个宗教。首先被否决的就是伊斯兰教，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伊斯兰教不允许教徒喝酒，不允许吃猪肉，不让俄罗斯人喝酒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于其他的人来说，喝酒的时候吃点小菜叫下酒菜，而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应该叫下菜酒。如果没有酒的话，干嘛还要吃菜呢？所以伊斯兰教就被否决了。犹太教也不行，弗拉基米尔认为犹太教太软弱、太苦了。最后就剩下了天主教和东正教。据天主教调研的团队回来以后，对弗拉基米尔说天主教的教堂比较寒酸，一点不大气。而去拜占庭调查东正教的调研团队回来以后，却告诉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的教堂恢宏壮丽，实在是特别有面子。于是弗拉基米尔就选择东正教作为他们这个公国的国教。选择东正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弗拉基米尔想改善他与当时最富庶、最有文明的国家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于是弗拉基米尔就向拜占庭提出了和亲的要求。在拜占庭帝国的眼里，这些俄罗斯人就是一群野蛮人，他从心里就看不上他们。但他们也知道这些人太能打了，特别是喝完酒以后。所以在无奈的情况下，拜占庭的皇帝答应了弗拉基米尔的请求，把他的妹妹嫁给了弗拉基米尔。但是呢，有一个条件，就是弗拉基米尔必须受洗。这一点对于弗拉基米尔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于是他就带着罗斯公国的所有贵族们一起在第聂伯河里受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罗斯受洗。受洗以后，他就高兴地迎娶了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妹妹安娜公主。再以后，弗拉基米尔就按照拜占庭的格式，对他的公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一些传统的不雅的习俗，开办了学校，建立了司法制度。在弗拉基米尔一世执政期间，基辅罗斯公国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好景不长，在弗拉基米尔一世去世以后，他的10几个儿子，因为当时在这个公国内并没有什么嫡长子继承制，所以这10几个儿子最终谁能登上王位，完全取决于谁的拳头更硬。这场架呢，打的时间还真不算短，断断续续的一代一代的，总共打了200多年。一直到公元13世纪，这时候在基辅的遥远的东方，一个更加强大、更加不讲理的帝国正悄然崛起，这就是蒙古帝国。在公元的1215年，成吉思汗呢向花剌子模派出了自己的商队，他想同花剌子模做生意。但是没想到花剌子模人居然抢劫了商队，杀死了成吉思汗的使节。成吉思汗后来又派出了第2批特使与花剌子模谈判。傲慢的花剌子模的国王摩诃末又杀死了这批使节的正使，并把2位副使的胡子烧掉了。这对于成吉思汗来说可谓是奇耻大辱。于是成吉思汗开始了他的第1次蒙古西征。摩诃末永远不会想到，他这次鲁莽的行动竟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从此以后，陷入灾难的可就远远不止花剌子模了。蒙古大军很快攻入了花剌子模的首都萨马尔罕，摩诃末落荒而逃。但是成吉思汗并没想放过他，于是他派出了他手下的2员大将，一个叫哲别，一个叫速不台，各率领1万人马继续追杀摩诃末。摩诃末一直往西跑，2万大军就一直在后面追。摩诃末是真能跑，哲别和速不台也都是实在人，也是真能追。
就这样一直向西，翻过了高加索山，跨过了格鲁吉亚，最后终于杀死了摩诃末。而这时候的蒙古2万铁骑也已经到达了克雷米亚半岛，在这里已经列好阵势，等待他们的是基辅罗斯的8万联军。这时候的时间是在公元1223年，战役的地点是在加勒加河。2万对8万，蒙古铁骑是一战而胜。取胜以后，蒙古军队并没有继续西进，而是掉头向东，就像风一样的消失在了罗斯人的视野之中。罗斯人一定非常慨叹，他们精心组织的各大公国联军竟然抵不过这支蒙古的先头部队。不过好在这群煞神还是走了，没有停留在这个地方。于是各个大公国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往的日常，继续的相互征杀，就好像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他们忘了，但是蒙古人并没有忘。12年后，第2次蒙古西征。如果第1次的蒙古西征只是带给了罗斯人一场噩梦的话，那么这第2次的西征就是带给他们了一个漫漫的长夜。公元1235年，成吉思汗的长子朱赤的儿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着蒙古大军征服了整个东欧平原，终结了由罗斯人建立的历经400多年的留里克王朝。拔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汗国，叫钦察汗国。当时的罗斯贵族在去拜见拔都的时候，看到了拔都所居住的金碧辉煌的大帐，尤为赞叹。于是私下里他们又管钦察汗国叫金帐汗国。蒙古人打仗可以，但是要说治理国家的话，那真是不行。中国古代治理国家讲究无为而治，而蒙古人呢讲究的是胡为而治。所以在他们治理下的金帐汗国是内部纷争不断，各大公国之间是相互争夺，战乱不息。因为战乱，还有的是不堪忍受领主的压迫，所以很多的罗斯人就迁到了第聂伯河的左岸，就是现在的乌东地区。那个地方呢，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无人区。从12世纪开始，大量的罗斯人就迁到了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乌克兰这个名称，意思呢就是住在边境的人。除了向西迁徙以外，罗斯人呢还向东北方向迁徙。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以前还是原始森林的莫斯科地区，也开始有大量的人口迁入。就这样，慢慢的整个罗斯民族就分成了3部分。一个是东北方向的俄罗斯，一个是西北方向的白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在西南方向的乌克兰。大概是在公元15世纪的时候，金帐汗国日渐的衰弱。这时候呢，在韩国的西部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波兰。波兰后来趁着金帐汗国衰落的时期，就侵占了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波兰那时候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占领了乌克兰以后呢，就开始在乌克兰全境内推行天主教。到后来，乌克兰大部分的贵族都已经改信了天主教，或者是东仪天主教，就是用东正教祭拜仪式的天主教。乌克兰的社会管理方式当时也是仿效波兰的具有浓厚欧洲色彩的城邦制。而远在东北的俄罗斯和西北的白俄罗斯，这时候呢还是在金帐汗国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宗教依然是以前的东正教，而社会管理的方式则是蒙古人带来的中央集权制。所以啊，在公元14世纪和15世纪，乌克兰和俄罗斯这2位同宗的兄弟就已经开始分道扬镳了，他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到了公元15世纪，随着乌克兰语言的出现，乌克兰人的民族意识进一步的加强。这时候的乌克兰虽然说还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但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已经形成了。这时候的金帐汗国已经日渐的衰弱，而在东欧平原的诸多大公国中，有一个大公国悄然的崛起，
它就是莫斯科大公国。随后经过几代大公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往往带着很多的血腥。最后，莫斯科大公国统一了俄罗斯各部，而且还推翻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封建集权国家。而这个时候呢，被波兰统治的乌克兰地区也爆发了哥萨克起义。哥萨克也是乌克兰人，哥萨克就是自由的意思。他们以前也是来自于中部地区。起义军在与波兰军队的较量中最终失利，所以呢，他们后来就求助于与他们同族的俄罗斯，请求俄罗斯帮助他们抵御波兰。俄罗斯沙皇愉快地接受了邀请。这时候，俄罗斯的皇帝已经叫沙皇了，沙皇呢就是凯撒的意思。俄罗斯后来就与波兰爆发了长达13年的战争。最后从波兰手里头抢得了乌克兰东部地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乌东地区。前些日子新闻中宣布独立的那2个国家，在其后的300多年时间里，围绕着乌克兰这块土地，可以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先后占领这块土地的有波兰人、波利联邦人、立陶宛人、奥斯曼人、普鲁士人，当然了，自然还有俄罗斯人。这段历史呢，我就不跟大家一一的述说了，因为实在是太复杂。我在查考这段历史的时候已经晕倒过2次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健康考虑，我呢就把这段略过，咱们直接到1战以后。1战以后，俄国沙皇下台，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成立，而乌克兰也成了苏维埃的第一批加盟共和国。不过这时候加入苏维埃的只是乌东地区，而乌西地区根据苏联与波兰签订的协议，乌西地区就划给了波兰。一直到1939年的2战前夕，苏联和德国联合瓜分波兰，这样才把乌克兰西部地区也并入了苏维埃政权。乌克兰并入苏维埃以后，一直是有很多的不和谐的声音，毕竟这2个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里的发展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最终使得乌克兰人对苏联离心离德的，主要是2个事件。第一个事件呢，就是发生在1932年的大饥荒事件。当时苏维埃的最高执政者就是斯大林，他强制推行了集体农庄政策。因为在乌克兰地区受到了抵制，所以他一怒之下就把所有那些有经验的好的农民都定为了富农，把他们迁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没有被迁走的农民也不敢好好的耕地了，因为他们怕耕地的产量上去以后又会被定为富农而被迁走。那一年呢，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自然灾害，粮食呢确实有一些减产，但更多的还是人为的政治因素。那年总的粮食产量减少了差不多1半，但是呢，斯大林仍然按照以前的征收数量征收粮食。如果收不上来的话，他就认为是这些农户私藏粮食，所以呢，就命令下面的工作人员强行征收。最后不仅是收走了农民的口粮，甚至他们下一年的种子都被征收干净了。总之啊，在经过一番野蛮的操作以后，当年乌克兰全境饿死的人，据粗略估计有250万到750万之多。乌克兰那可是欧洲粮仓啊，居然饿死了这么多人。即使到了现在，很多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还是认为，当年的这场大饥荒并不是简简单单的错误的农业政策造成的，而是斯大林蓄意进行的一次种族灭绝。再有一件事情呢，大家一定就非常熟悉了。这个呢，发生的时间不远，就在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当时由于苏联的官僚作风和他们的故意隐瞒，使得大量的乌克兰人遭到了核泄漏的伤害，而自然的，他们也对苏联的那种体制深深的失望。所以6年以后，1991年，乌克兰正式宣布独立，脱离了苏联联邦，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曾经强大无比的苏联轰然倒地。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开战前曾经有过一次电视讲话，在其中呢，他提到了自古以来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的领土。这话呢是听起来没错，但是呢，这却不应该成为他发动战争的理由，因为现在在乌克兰这个地方生活的还是俄罗斯人，而且是比俄罗斯的俄罗斯人还要血统纯正的俄罗斯人。这就好比一家呢有3个兄弟，其中的老大留在了祖屋，而老二、老三则出外闯荡。过了若干年以后，老二的实力是越来越强，拳头是越来越硬，然后他就拉着老三一起去跟老大去讨要祖屋，说祖屋是他的，老大也应该听他的。这又是什么逻辑呢？甚至为此不惜发动战争。殊不知，一旦战争打响，那就不会有真正的胜利者。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因为时间比较仓促，所以呢可能稍微粗糙了些，请大家多多见谅。好的，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k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